保姆的儿子每周放假都来我家蹭吃蹭喝，我念在他母亲在我家工作多年的份上，一直没有说什么。可直到有一次我回家发现门密码被改了，门上还贴着一张纸条：蹭住狗，禁止入内。我一把撕下纸条，敲开门质问保姆：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保姆的儿子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语气不善地说：你不识字吗？天天蹭我家房子住，你要不要脸？没地方住你就睡大街去啊！最讨厌你这种蹭吃蹭住的赖皮狗。我一脸莫名，保姆立马上前跟我小声解释：少爷，不好意思，我儿子不知道我是个保姆，他有点大少爷脾气，不喜欢跟外人住一起。对了，你家郊外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以后我儿子周末来这住的时候，你就去郊外住吧。说完，保姆直接把大门给关上了。我站在门外，默默拨打了治安署的电话。你好，有人非法入室抢占我的房子，麻烦你们尽快到场。我从没想过自己身为首富之子，竟会被人指责是借助他人房屋的人。关键这套别墅本就是我的私产。20分钟，一辆公车停在了别墅门口。2位帽子叔叔刚下车，还没来得及询问非法入室的具体情况，保姆王秀琴就急匆匆地打开了门。她快步走到我面前，脸色发白地说：少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报警了呢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帽子叔叔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：你就是林先生说的那个非法入室抢占他房子的人。一听这话，王秀琴瞬间慌了。不是，帽子叔叔同志，都是误会。我是林少的保姆，专门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我儿子学校放假，过来小住2天。刚刚是密码锁故障，找人维修时顺便更换了密码，不存在抢占房子的情况。说着，他又指了指别墅大门：你们看，我这不第一时间来开门了吗？帽子叔叔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：林先生，这事您还要追究吗？我正打算开口，王秀琴突然压低声音，在我耳旁卑微祈求：少爷，阿泽他父亲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不容易。他才刚上大学，正是自尊心强的时候，再加上他从小缺少父爱，性格有些偏激。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他肯定接受不了。我这样做，就是想让他心里舒坦点。你就看在我伺候了你爸妈12年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听王秀琴提起我爸妈，我心里确实软了一下。王秀琴来我家12年了，我妈生前身体不好，一直是她贴身照顾，端茶倒水，无微不至。我妈走的那天，王秀琴哭得比谁都伤心，跪在病床前拉着我妈的手，说她肯定会照顾好我。那之后，她确实做到了。我妈走后，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照顾。逢年过节，我给她红包，她总是推辞半天才收下。3个月前，她儿子陈泽跟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王秀琴既高兴又忧愁，她欣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，可又苦恼大学学费太贵，她承担不起。我体谅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，便提出以后可以承担他儿子大学4年的学费。当时王秀琴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攥着我的手，一个劲的跟我道谢，说以后一定报答我的恩情。可从上个月开始，情况就变了。那天我回家，突然看到王秀琴的儿子陈泽出现在了家里，我一脸不解，王秀琴却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解释：少爷，我儿子周末放假没地方去，我想着好久没见过他了，就让他过来待2天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反正家里房间多，让他们母子团聚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可后来，我渐渐感到了不对劲。所谓的待2天，变成了每个周末雷打不动的固定安排。每个周五晚上，陈泽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家，周一早上才离开。最开始，陈泽只是喜欢在客厅里拍拍照，发发朋友圈，跟同学炫耀他住上了大房子。这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大家都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风光亮丽一点。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陈泽每次看我的眼神总是充满厌恶和嫌弃，就好像我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一样。有几次，他甚至在我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故意捂着鼻子大声抱怨：烦死了！这么豪华的别墅里，怎么总有一股让人不适的气味？我以为他是真的闻到了什么异味，还特意叮嘱王秀琴把房子好好打扫一遍。结果陈泽却越来越过分，要么在我坐过的地方狂喷消毒水，要么在沙发上垫一次性坐垫，让我坐在坐垫上。有几次，我甚至看到他一脸嫌弃的把我用过的东西丢进垃圾桶。面对我的质问，王秀琴总在私下讪讪解释：阿泽也是担心那些东西不干净，会影响你的卫生安全，所以严格注意了些。对此我也没多想，毕竟我每天除了上学，还要处理我家公司的一些大小事务，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没精力跟他计较这些。直到今天下午看到门上贴着的那张纸条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陈泽这是把我当成了借住的外人。本来我是打算给王秀琴和陈泽一个教训，但现在王秀琴一个劲的在我面前苦苦哀求：少爷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。我今天就跟阿泽说清楚情况，以后再也不让他过来住了。求求你，看在我伺候了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看着王秀琴那一脸卑微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：算了，不追究了。
帽子叔叔离开后，王秀琴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，连声道谢，态度好得不得了。那天之后，陈泽确实再也没来过我家。王秀琴做事也依旧勤快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唯一做得不太好的就是家里总少东西，今天少一瓶红酒，明天少一套餐具，后天少一套名贵衣服。每次我询问，王秀琴都有借口和理由。少爷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瓶红酒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。少爷，那套餐具用太久了，我洗的时候发现有裂痕，担心会割到你，就直接扔了。少爷，那套衣服我拿去店里干洗，结果被洗衣店弄丢了。虽然每次的理由听上去都有点牵强，但看在他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我也没太计较。我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了。直到清明节这天，我祭拜完父母，决定去他们生前住了半辈子的郊外别墅好好打理一下。那是我爸妈最喜欢的地方，院子里种满了我妈最珍爱的花，屋子里摆满了我爸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。我妈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，那套房子是她和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让我一定好好打理。我万分珍惜那套别墅，即便怕触景伤情，单独住出来以后，我还是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亲自过去打扫，认真擦拭每一件家具，修剪院子里的花草。可这次到达别墅门口后，我愣住了，一向紧闭的别墅院门竟然敞开了。别墅里面隐隐约约还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嘈杂的欢笑声。我立马上前推开虚掩的大门，看清里面的景象后，我彻底傻了眼。别墅客厅里一片狼藉，茶几、沙发、地板上扔满了空酒瓶、零食袋、果皮、瓜壳和烟头。价值几百万的真皮沙发被烫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烟头黑洞。我妈生前最爱的波斯地毯上踩满了脚印，还撒了好几滩红酒。墙上挂着的那些纪念品，有的被取下来当道具拍照，有的被摔碎了扔在角落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。这别墅是我爸妈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里面的每一件家具、每一件摆设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。我平时连走路都小心翼翼，生怕磕碰到任何东西，现在却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。我扫视全场，发现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坐着陈泽，他的身边围满了我们班的大学同学。泽哥，你家也太有钱了吧，随便一套郊外的别墅都这么豪华。对啊，我刚刚查了，这墙上随便一幅画都价值好几百万呢。天哪，你妈妈也太有实力了，真不愧是身价上百亿的女首富啊。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，等你毕业继承家产后，能不能让我们进你家公司混口饭吃？陈泽被夸得嘴角高高翘起。小意思，跟着我混，你们这辈子不会差钱了。听到这话，同学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对着陈泽疯狂吹捧。就在这时，陈泽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，他笑脸一沉，趾高气扬地走到我面前，砰，二话不说就一拳狠狠挥在我脸上。你竟然还跟踪我到了这里！突如其来的一拳让我懵在了原地，现场的同学们也纷纷瞪大了双眼。阿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泽一脸鄙夷地指着我，厌恶道：“这个林天清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那个长期借住、不知分寸的人，借住我家市区的房子还不够，现在竟然还想过来借住我妈特意给我新买的别墅。”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陈泽，谁告诉你这是你妈给你新买的房子？陈泽嗤笑一声，当然是我妈亲口说的。你就是看中我妈是公司女总裁，所以天天住在我家，想在我妈面前找存在感，引起她的注意，天天借住，故意制造跟我妈单独相处的机会还不够，还想来占用我的别墅。我告诉你，我妈说了，她让你住在我家，是看在你失去双亲太可怜，才好心收留你。你别得寸进尺，妄想争抢我家人的位置。王秀琴竟然是这么跟陈泽说的，难怪陈泽之前对我态度那么差。原来在他的认知里，王秀琴是住别墅的公司女总裁，而我是王秀琴收留的可怜人，所以陈泽一直认为是我天天借住他家的房子，还妄想争抢他这个独生子的地位，真是荒唐。陈泽说着，还回头冲同学们高声道：“你们知道这个林天清有多没有分寸吗？天天赖在我家，赶都赶不走。我特意贴了个纸条，叫他以后不要再借住我家的房子，结果他心生不满，反手就报警，说我妈欺负他。我妈担心他把事闹大，会影响公司声誉，所以才息事宁人，给我重新买了这一套别墅，让我单独住。有时候我真想不通，我身为我妈的亲生儿子，名副其实的大少爷，我都经常住校，他倒好，一个无依无靠的人，竟然一天到晚赖在我家，把我家当成他家，搞得我想穿件自己的衣服，喝我爱喝的红酒，都只能让我妈从市里别墅偷偷拿过来，就是怕她知道了又要说我们欺负她。我活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。我猛地瞪大双眼，难怪这段时间我家别墅里总少东西，原来是王秀琴偷偷拿过来给他儿子用了。好一个王秀琴，既然你把我当傻子玩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当场拿出手机拨打了法务部的电话，立即带人来我爸妈的郊外别墅。我还没说完，陈泽一把抢走我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你怎么这么能装呢？还你爸妈的别墅？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别墅。现场同学也纷纷朝我鄙夷议论，难怪大家都住校，就他天天事多不住校，我还以为他忙什么正经事去了呢，原来是跑到阿泽家依附他人，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妥。就是自己双亲离世就去攀附有钱人家，实在让人难以认同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一看到有钱人就想方设法去找存在感，想靠着依附他人来走上人生巅峰。阿泽，你脾气还是太好了，要是有人来争抢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会制止他。我无视众人的议论，看向陈泽，
肃声提醒道：“我劝你最好打个电话，好好问问你妈，这别墅到底是谁的。”闻言，陈泽脸色一沉，当即伸手一把揪住我的衣领。你还想叫我妈来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仗着我妈心软善良，又想把她骗过来，给自己谋取好处。说着，他突然看向我的脖子，目光一亮：“你这玉佩项链一看就不便宜。应该也是你从我妈那里得来的吧？”话落，他用力一拽，直接把我的项链狠狠扯下。陈泽的动作又快又猛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项链就到了他手上。见状，我脸色大变，把项链还给我。见我突然紧张了起来，陈泽眼神不善地看向我。这么紧张，看来这项链花了我妈不少钱啊！我急了，赶紧道：“它是我妈给我的，不值钱，但对我很重要。快还给我！”说着，我伸手就去抢夺。这玉佩项链是我妈用命给我求来的护身符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10岁那年病危住院，昏迷不醒，医生都叫我爸妈准备后事了。我妈难以接受，特意去寺庙为我祈福。为表诚心，她在40度高温的炎热夏天，一步一叩首，一路从山脚跪拜到山顶，跪到膝盖，鲜血淋漓，露出森森白骨，磕到头破血流，意识模糊，才求得这条玉佩项链。或许是苍天都被我妈打动了，一直昏迷不醒的我，竟奇迹般苏醒了。但我妈却因此一病不起。临死前，我妈将项链交到我手上，叮嘱我一定保管好它。我万分珍惜这条项链，从小就随身携带它。它是我妈用命换来的东西，更是我的逆鳞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。你越想要，我就越要毁掉它。不等我碰到，陈泽将项链往地上用力一摔，伴随着一道清脆声响，玉佩4分5裂，一块块碎片洒落遍地。不，眼看着我妈用命换来的玉佩就这样碎了，我心如刀绞，难以呼吸。你太过分了！我忍无可忍，直接一拳打在了陈泽的脸上。你竟敢打我！陈泽捂着脸，尖声大叫了起来：“给我好好教训他！谁教训的最让我满意，我就让我妈奖励谁100万！”闻言，同学们顿时双眼发亮，对着我动手。还敢打阿泽？人家妈妈可是咱们市的首富，你这样做太不妥了。就是你一个借住的人，能买得起什么项链？这一看就是你从阿泽妈妈那里得来的。她处理自己的东西，你至于这么激动？没有分寸的人，攀附他人就算了，还敢主动动手，实在过分。还好意思提自己妈妈？你爸妈要是知道你这样，一定也会难过。我被打趴在地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牙道：“你们会后悔的。”闻言，现场的人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，纷纷仰头大笑。阿泽的妈妈可是本市女首富，你没有资格让我们后悔。就是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借住的人，还敢威胁我们？一个连自己房子都没有的人，也只敢这样宣泄情绪了。那些人将我死死摁在地上，肆无忌惮嘲讽羞辱我。陈泽在众人的拥护下，一把揪过我头发，狂妄道：“后悔？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后悔过，我就等着看你能让我怎么后悔。”话音刚落，一辆辆豪车疾驰而来，停在了别墅门口。突如其来的豪华车队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陈泽等人纷纷停下手头动作，转头朝门口望去。众人注视下，车门齐刷刷打开，一群穿着黑色西装、身姿挺拔的男人鱼贯而出。他们个个神情严肃，眼神锐利如鹰，快步朝着别墅大门走来。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连衣裙、戴着金丝眼镜、留着一头卷发的女人，正是我的法务部总监柳如烟。她是我爸最信任的得力助手，也是目前协助我打理公司的重要元老。她身后跟着20多名法务部的员工，还有几名专业的安保人员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文件袋和执法记录仪，气势磅礴，瞬间将整个别墅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看到这一幕，现场的同学们都呆住了，一个个张大嘴巴，不可思议地议论着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阿泽妈妈的安排啊！阿泽妈妈这么有钱，知道阿泽今天特意带同学来别墅里开派对，可不得搞个郑重的欢迎仪式？有道理啊！这么说来，这些人就是特意来给阿泽撑场面，欢迎咱们的。”同学们自我分析了一番，随后一个个亢奋了起来，脸上充满了傲气。陈泽眼神一亮，他立马松开揪着我头发的手，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以男主人的姿态上前，看向柳如烟等人，满脸期待又得意道：“请问你们是我妈叫过来的吗？”柳如烟没有理会陈泽，他目光快速扫过客厅，当看到被打趴在地上、嘴角流血、头发凌乱的我时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他快步走上前，弯腰扶起我：“林总，你没事吧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恭敬。听到这话，刚刚还满脸期待的众人顿时傻了眼。陈泽也微微一愣，下一秒，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一样，突然嗤笑出声：“林总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女人竟然叫这个借住的人叫林总。”陈泽指着我，笑得直不起腰：“就他这个连房子都没有的人，也配叫林总？”现场同学们也纷纷笑着起哄：“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依附泽哥的人，天天借住，满脑子想着怎么赖上人家。就是啊，这样的人可跟种子不沾边。你们最好擦亮眼睛，可千万别被人给骗了。”闻言，柳如烟立马皱眉冷喝道：“放肆！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刀，干脆利落地切断了现场所有的嘈杂。在众人的惊愣下，他一字一顿道：“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林天清，林总。”
全场死寂了刹那，然后爆发出更响亮的笑声。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他要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泽哥的妈妈是谁？就是连房子都住不起的人，也配跟盛世集团的董事长沾上边？该不会以为自己住了几天董事长家就能自称董事长了吧？泽哥身为盛世集团董事长的亲儿子，都没敢说这种话，他一个借住的人也配？真是笑死人了！刚刚看你们打扮的人模狗样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。现在我算是知道了，你们就是一群演员。是不是林天清知道自己比不过泽哥，所以急了眼，特意花钱找了你们这些群演来装大佬，想撑场子是吧？只可惜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对他知根知底，你们这伎俩可骗不到我们。说吧，林天清请你们过来演戏，花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你们也让我过当董事长的瘾怎么样？陈泽也一脸讥讽地看着柳如烟，冷冷道：“你们就算想演戏，也演得靠谱一点啊！偏偏踢到铁板来演我妈的身份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盛世集团董事长王秀琴的儿子？”闻言，柳如烟皱了皱眉。王秀琴，那不是林总家的保姆吗？听到柳如烟这话，陈泽脸色一变，顿时尖叫了起来。保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妈怎么可能是保姆？她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本是女首富，我陈泽是首富之子。柳如烟冷笑一声，糊涂。说完，他转头对身后的安保人员说道：“把现场保护好，所有损坏的物品都拍照取证。另外，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，不准任何人离开。敢伤林总，今天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他身后的人齐声应道，立刻上前，想要控制陈泽等人。是刘总监。你们干什么？陈泽吓得连连后退，尖叫道：“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别过来！我妈是王秀琴，盛世集团的总裁，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同学们也慌了，纷纷附和。就是泽哥可是张总唯一的儿子，你们敢惹阿泽，就是在跟张总对着干。张阿姨可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本是女首富，身家几百亿。你们这群演员别不知好歹，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等张阿姨来了，你们想走都走不了。泽哥，快给张阿姨打电话，让她带人过来，看这群演员还敢不敢嚣张。陈泽如梦初醒，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拨打了王秀琴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，他几乎是吼着喊出来的：“妈，你快来郊外别墅！有人在这里闹事，还说要控制我们，不让我们走，你快带人过来！”电话那头传来王秀琴明显慌乱的声音：“阿泽，什么情况？你说清楚。”陈泽直言道：“就是之前一直赖在咱们家借住的那个人啊，他突然出现在别墅，还叫了一群演员来演戏，说什么他是林总，你是他的保姆。妈，你快来，我好害怕。”电话那头听到这话，顿时沉默了。陈泽急得直跺脚：“妈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”王秀琴咽了咽口水，语气慌乱道：“阿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先别跟他们起冲突，等我到了再说。”“好，我等你。”陈泽挂断电话，转头看向我和柳如烟，眼神里满是恨意。“你们等着，我妈马上就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”我找了个椅子坐下，没有说话。柳如烟则蹲下身子，柔声问我：“林总，要不要先处理一下伤口？”等王秀琴来了再说。陈泽听到这话，冷笑一声：“装，继续装，等我妈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”现场同学们见王秀琴真的要来，也重新壮起了胆子，纷纷起哄：“泽哥，等张阿姨来了，你可得让她好好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就是敢擅闯张阿姨送给你的别墅，虚张声势来吓唬我们，这不明摆着太岁头上动土。等张阿姨来了，非得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总裁的手段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得让你妈看清楚这个林天清的真面目，省得你妈再心软收留他。对，今天过后就让林天清自己安排住处，我倒要看看你妈妈不收留他，他怎么活。”陈泽咬着牙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放心，今天不管他林天清怎么卖惨求饶威胁，我都不会再让我妈收留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让我妈好好的收拾他们。”柳如烟嗤笑一声：“收拾我们？就凭王秀琴一个小小的保姆，她也配？”陈泽顿时急眼：“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妈才不是保姆，她住的是价值上亿的大别墅，名下还拥有本省最大的盛世集团，随手给我买的这套郊外别墅都价值连城。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个保姆？我看就是林天清故意请你们这些演员来诋毁我妈，试图挑拨我跟我妈的感情，好让她趁虚而入，取代我这个首富之子的位置。”柳如烟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满脸不屑道：“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这套别墅是林总父母生前居住的，你说的那套价值上亿的别墅，也是林总成年以后单独购买的。至于盛世集团，那更是林总的父母一手创立的，林总才是真正的首富之子。哦不，他继承了他父母的一切，现在他自己就是首富。至于王秀琴，只不过是林总的住家保姆而已。”陈泽想都没想就反驳道：“你骗人！要是这一切都是他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天天住我家的房子？”我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那房子是我的，我住我自己的房子，算什么借住？反倒是你之前能住在我家，完全是我看在你妈是我家保姆的份上，没跟你计较而已。至于他为什么跟你说他是总裁，
为什么让你住我的郊外别墅？你最好问问他自己。陈泽完全不信。你们少在这里一唱一和，动摇我的想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看到我妈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怕自己争不过我，所以故意想趁她来之前胡言乱语，挑拨离间，好让我对我妈产生隔阂。你就是嫉妒我投胎投得好，成为了首富之子，所以才联合这些人来骗我，你好趁机抢走我家人的位置。他身后的同学们也纷纷附和。没错，你就是嫉妒泽哥有个这么有钱的妈妈，所以故意雇人来演戏，想破坏泽哥和他妈妈之间的感情。这么低劣的手段，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等张总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有多可笑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门口。王秀琴来了。王秀琴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看到我和柳如烟等人出现在别墅，她的脸色瞬间苍白。见状，同学们纷纷上前迎合。张总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林天清请了一群演员过来演戏，故意在这吓唬人。对，他们说林天清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还说什么这别墅是他的，你只是他的保姆。就是，他们还说要控制我们，让我们付出代价。刚刚他们一直在阿泽面前诋毁你，你可千万别轻易放过他们啊！对，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演员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总裁。王秀琴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扫过客厅里的狼藉，扫过我嘴角的血迹和凌乱的头发，最后目光落在地上碎成几块的玉佩上。看到那块碎掉的玉佩，他的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。那块玉佩他是认识的，他在我妈身边伺候了多少年，就亲眼看着我妈戴了多少年。我妈走的那天他也在场，他亲眼看着我妈是如何叮嘱我保护好这个项链。他知道那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呵护的宝贝。可现在它碎了。王秀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。陈泽快步走到他身边，一把挽住他的胳膊，语气焦急道：妈，你可算来了，这群人欺负我，你快点叫人把他们抓起来。他指着我和柳如烟，咬牙切齿道：尤其是他们两个，非说你是保姆，还说咱们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林天清的，就连这个别墅也是他的。你快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王秀琴没有动。妈，陈泽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拉了拉他的胳膊。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啊！下一秒，王秀琴缓缓抬起头看向我，那双眼睛里写满了恐慌和乞求。紧接着，她松开陈泽的手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然后像上次一样，压低声音，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说：少爷，求求你帮帮我。我靠在椅背上，冷眼看着他，他继续央求道：就帮我圆个谎，在阿泽面前假装我是这房子的主人，您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我的，你只是寄宿在我家的可怜人，就这一次，求您了。你也知道，阿泽他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非常不容易，他这人从小要强，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肯定会崩溃的。少爷，看在我伺候了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我一定好好干活，再也不让他来打扰您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低到只有我能听见，可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可笑至极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忍不住笑了。王秀琴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王秀琴脸色一僵，眼神闪过一抹慌乱，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陈泽。少爷，王秀琴急了，声音压得更低。你小点声。我没理他，继续说：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，我让你继续留在了我家，给你涨工资，承担你儿子的学费，对你们母子百般宽容，一忍再忍。可你呢？不仅让你儿子住在我房子里，让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让他在我家贴纸条提醒我，还让他带人在我爸妈的别墅作威作福，打人砸东西。你觉得你们做了这么多恶劣的事情之后，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帮你？王秀琴的额头上开始冒汗。少爷，王秀琴的声音在发抖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什么？我打断他，就是告诉陈泽，你是公司老总，就是带他住进我家，告诉他那是你的房子，就是偷我家的东西来给他用，再让他住进我爸妈的别墅，糟蹋这别墅里的东西。王秀琴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偷窃，叫诈骗。王秀琴彻底慌了。少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想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了。你想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，所以你就拿我的东西去充门面。我冷笑一声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？他们打了我，还摔碎了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王秀琴，事到如今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帮你？面对我的质问，王秀琴的脸色白得像纸，她张着嘴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少爷，我可以赔。赔？我笑了。那块玉佩是我妈的遗物，她拿命换来的东西，你拿什么赔？王秀琴彻底说不出话了。就在这时，陈泽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拉开王秀琴，挡在他面前，瞪着我说：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他转头看向王秀琴，眼神里带着怀疑。妈，他是不是又在卖惨？求你放他一马。王秀琴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陈泽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妈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是挑拨离间了，
还是又威胁你了？你别怕他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他要是敢威胁你，我们就报警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借住的人还能翻天不成？王秀琴终于抬起头，她看了陈泽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阿泽，你别说了。”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说了？难道你真的被他吓到了？王秀琴皱了皱眉，声音颤抖道：“你快别说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陈泽瞪大了眼睛：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是哪样？难不成还真像他说的那样？你是他保姆不成？”说到这儿，陈泽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么荒唐的话，也就是这种人说得出来。妈，你快打他们的脸，快大声告诉我们，这些别墅还有公司到底是谁的？同学们也纷纷注视着王秀琴，催促道：“对呀，张阿姨，你快表明身份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一个普通人加一群演员，也敢在你的地盘装模作样，你快教训他们。对，泽哥还等着你为他出头呢。”面对大家的催促，王秀琴没有动。陈泽不解地推了推她：“妈，你倒是说话啊！”王秀琴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他们说的是真的。”客厅里瞬间安静了，陈泽的笑容彻底凝固了。他看着王秀琴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。“你说什么？”王秀琴不敢看他，声音更小了：“林少说的是真的，他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市中心的那套房子是他的，这栋别墅也是他的，我只是他的保姆。”王秀琴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，狠狠地砸在陈泽的心上。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，从白变青，从青变紫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声音在发抖。妈，你再说一遍。王秀琴终于抬起头，认真道：“阿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就是太在乎你了。我怕你知道我是个保姆，会觉得丢人，所以我才……”陈泽高吼出声，崩溃打断了王秀琴的话：“你别说了，所以你真的一直在骗我？你跟我说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说你住着大别墅，说你是身家几百亿的女首富，都是假的？你真的就是一个保姆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保姆？”王秀琴低着头，声音轻得像蚊子：“阿泽，对不起。”“对不起有什么用？”陈泽歇斯底里地喊起来。“你知道我跟我同学怎么说的吗？我说我妈是总裁，是富豪，是成功人士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只是一个保姆，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同学？你让我以后怎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来？”说完，陈泽抓着王秀琴的肩膀，不停地问她为什么要骗他，为什么要这么没用，毁了他的人生。同学们则站在一旁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脸色难看得无以复加。够了！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陈泽和王秀琴同时看向我：“你们要吵要闹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但现在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。”我走到王秀琴面前，看着她：“第一，你未经我的允许，擅自把我的别墅提供给他人使用，造成别墅内的家具和物品多处损坏，这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。第二，你擅自拿走我家中多处贵重物品，包括我收藏的红酒、我的衣服、手表、家具家电，这涉及到盗窃。第三，你隐瞒真实身份，以我的资产为幌子欺骗你儿子，还纵容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殴打，这事你也脱不了干系。”我每说一条，王秀琴的脸色就白一分。第四，我指了指地上碎掉的玉佩：“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现在被你儿子摔碎了。”王秀琴双腿一软，当场跪了下来：“少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你饶了我这一次，我保证，绝对没有下次了。”他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。陈泽站在一旁，看着跪在地上的王秀琴，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有屈辱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心虚。现场同学们更是一个个缩在墙角，刚才还叫嚣着要让我好看的那些人，此刻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柳如烟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：“林总，这是刚才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，所有损坏的物品都已经拍照取证，包括您身上的伤也已经记录在案。”我接过文件，翻了几页，点了点头，然后看向王秀琴：“你起来吧。”王秀琴抬起头，眼睛里带着一丝希望：“少爷，你愿意原谅我了？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原谅？不，我只是让你起来说话。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，那是警察的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因为你在我家工作多年，给你任何特殊待遇。”王秀琴的脸色彻底灰败了，她瘫坐在地上，像一堆烂泥。陈泽看着这一幕，终于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他皱了皱眉，走到我面前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：“那个，林天青，今天的事是个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以为……”“你以为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：“你以为我是借住的，所以就可以随便打人，随便摔人家的东西？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应该很快就到。你打人，损坏他人财物的事，我势必会追究到底。”陈泽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转身看向王秀琴，带着哭腔喊：“妈，你倒是说句话，你不是说你会保护我，会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”王秀琴跪在地上，看着陈泽，眼睛里满是苦涩：“阿泽，我连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还怎么保护你？”
陈泽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鸣笛声，几个帽子叔叔走了进来。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，从王秀琴未经允许使用我的别墅，到陈泽带人闯入、打人、损坏财物，全都说清楚了，并对着帽子叔叔肃声道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些人当众对我进行诽谤、殴打，还弄脏了我的别墅，毁坏了我的家具，喝光了我收藏的酒，打碎了我母亲的遗物，这一桩桩、一件件，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请你们严肃处理。”行。帽子叔叔点了点头，很迅速地将参与到这件事的人全部带去了警局。临走前还叮嘱我把所有损坏物品的价值证明，类似购买发票之类的东西，以及我的伤情报告全部带到警局，到时逐一清算问责。我去医院处理伤口，开好报告后，便带上所有的资料去往了警局。警局内那些原本气焰嚣张的同学们，此刻全都愁眉不展。之前他们之所以对陈泽百般讨好，完全是因为忌惮王秀琴盛世集团总裁的身份，他们以为陈泽是盛世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所以各种跪舔攀附。可现在他们所以为的集团继承人原来只是个保姆的儿子，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的人却成了他们最该讨好的存在，这让他们心里十分难受，一个个看向陈泽的眼神充满了不满。陈泽这会儿已经彻底失去了精神，他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打击，不单单是要面对巨额赔偿，更重要的是他今天口口声声说最反感借住的人，结果闹了半天他自己才是那个借住的，这个事实他无法接受。警察们拿着我带来的资料一一核对，最后清算出陈泽等人光是在别墅里喝的酒都需要赔偿1000多万，加上那些被他们弄坏的沙发地毯，总共2000万。一听到这数字，众人纷纷骇然变色。2000万，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，他们赔不起，只能无奈地说：“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跟我计较这点钱干嘛？就是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说开了就行了。你犯不着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吧？不就喝光了你收藏柜里的酒，搞坏了你的沙发地毯吗？你都是首富了，不会这么小气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吧？对啊，看你现在这样，身上的伤也没什么事，就别斤斤计较了。”他们一个个说的理直气壮，仿佛2000万对他们来说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，又或者说他们觉得我有钱，觉得我没被打伤，就该当一个冤大头，吃下这个亏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道：“你们喝酒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有本事闹，没本事赔？”见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，他们慌了，不敢再与我叫板，而是统一将矛头指向了陈泽。都是你没有搞清楚情况就胡说八道，就是明明你妈只是个保姆，还装什么大总裁，自己才是借住的人，还指责别人，牵连了我们，连自己的学费都是人家林天青掏的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就是盛世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实在不妥，害得我们为了讨好你，惹得一身骚。这些钱你自己赔，跟我们无关。没错，要不是你邀请我们去别墅里玩，我们怎么会惹上事？这2000万你一个人承担，休想让我们给你摊钱。面对这些人的指责，陈泽怒气冲天，毫不客气的反击：“你们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们自己想要攀附权贵，一直怂恿起货，我会做到这一步？以为我是首富之子的时候，对我百般讨好，现在出事了，就一个个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就你们这德行，一看就是趋炎附势。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”陈泽当场跟他的同学们对骂了起来，要不是警察及时拦下，他们差点都打起来了。一通争执过后，这一群人又开始为自己狡辩，都说自己没喝什么，全部都是别人喝的，更没动手打我。后来警察拿出我别墅里的监控，在高清摄像头的监控之下，他们才闭了嘴，哑口无言。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行赔偿。至于陈泽，整个行动他最积极，他身上背的债务自然最多。面对这巨额索赔，陈泽束手无策，只能将目光对准王秀琴。妈，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，你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啊！王秀琴犹豫一番过后，看向我，祈求道：“少爷，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？求求你，看在我照顾你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别计较了吧。”我冷漠地看向王秀琴：“给你面子？王秀琴，你照顾我们一家人多年，我们已经用多年的高薪工资回报了你，你觉得你在我这还有面子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还有心情为别人求情，不如想想怎么自保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的离去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开始到处筹钱赔偿。有些同学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家长，挨了一顿毒打，才凑齐钱偿还债务。那些赔不起的，则乖乖领了刑罚，为自己的贪婪和嚣张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王秀琴因为盗窃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非法侵入住宅罪，数罪并罚，被判了3年。陈泽因为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，被判了2年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彻底懂了，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你退一步，别人就会跟你退一步。有些人，你越是包容，他就越是得寸进尺；你越是心软，他就越是敢骑到你头上。你的善良必须要带点锋芒，不然只会被人当成软柿子捏得粉碎。